美国的华许风暴来了，今天要特别来关心的是联准会现在亲手要终结美股的牛市了。美股美债这个时候双杀亮起了警报，殖利率狂飙，金融风暴是否全面引爆，也包括了金融泡沫。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被说是不是已经接近了2008年金融海啸最危险的一个转折点了呢？我们知道过去其实呢，美国不管是它的美股或者是美债，靠着过去18年来联准会的 QE 政策，不断的去把这个泡泡给吹大。但是现在说了，这个印钞时代恐怕已经很快就要结束了。原因的关键之一就是联准会这位是他们的新主席，他叫做华许。华许他过去的政策其实都是相当的一贯的，他长期是公开美国一直不断的印钞票，祭出 QE 政策。他认为这个叫做制造泡沫的央行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接下来大家在预期的就是联准会很快就会来进行缩表、减持债券、减持债务。那现在市场担忧的事情是，因为呢，联准会手上还有6.7兆的美债跟不动产的抵押的贷款证券，但是华许他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狠狠的从6.7兆的这个金额压到3兆美元。现在市场就在看说，你把这个 QE 给砍掉，接下来恐怕造成的是美债的价格立刻暴跌，还有殖利率飙升，而且呢，美股一直不断飙升的美股市值恐怕很快就会暴跌了。那么现在眼前美国财政还有3大的警讯，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第一个，国债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再来就是它的赤字，今年9月达到1.95兆美元，明年恐怕就上看了2兆，美债殖利率冲上了5.2%。注意了，这个是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新高的数字了。现在在看的就是接下来的债务危机，每一年新增债务超过了经济成长的速度，国债利息支出更是首度飙破了1兆美元。美国的政府不断的借新债拿来还这些利息，造成了债务的一个陷阱跟它的一个螺旋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其实鲍尔日前才做了一个示警，说美股啊已经炒太高了，已经高过于它的估值了。那么代表现在新的联准会主席来了，这些印钞票的超级牛市很快就要结束了吗？因为已经太危险了吗？华许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导致接下来美股崩盘？委员怎么看？对，因为我在科技金融研究所教课，我除了教人工智慧、区块链之外，我也开金融危机的课程哦，所以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如果我们把一个经济体当作是一个脸盆，那么美元哦，就是在这个脸盆里头的水哦。那么如果这个水不够多的时候呢，就要想办法加一点水进去。可如果这个水太多会满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把水抽出来哦。那用什么东西加水跟抽水嘞？美国的联准会操作的模式很简单，就是美债。美债就好像是一个这个泡棉一样哦，就是当这个水太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泡棉丢下去哦，把这个水吸起来，然后呢挤到别的地方去哦。当水不够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泡棉又从别的地方吸点水，把它挤回来哦。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 Wash 所做的这个决定会这么高度的担忧的原因是什么？叫做缩表。所谓的缩表就是缩小、缩减这个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刚才这个思敏在讲的，我联准会发的美债我是6.7兆，我现在要把它缩表，我要把它缩成3兆。那么3兆代表什么呢？3兆呢，他就是把手上的美债卖出去，他把美债丢出去。各位知道，当他把美债丢出去的时候，就是回到了我刚才讲的泡棉吸水哦。所以美债从市场上吸回多少？吸回3.7兆的美金进来。所以整个市场上的美金开始大量的减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对于这个泡沫有抑制的效果，可是对于现在这个股市过热的情况之下，恐怕会遭受到很大的压力跟打击。这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嘛。所以联准会要操控美元，只有2种办法，一种是升息。升息就是逼大家把钱拿回银行去存，因为你存在银行比你放在股市投资这个获利更为稳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用债券哦，用美债当作工具来从这个市场上把美金抽回来哦。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警讯是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哦哈内特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他说我们要看什么？要看30年这个30年期的美债的殖利率。当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超过5%，
在所谓的金融领域叫做生死线了，对我们来讲就叫做马奇诺防线了。只要一突破5%，1989年日本的这个经济泡沫走到现在失落的30年，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长期殖利率到了超过5%了。1999年网络泡沫的时候也是一样，超过5%。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上，200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也超过了5%。所以一旦超过5%，那就对市场上等于敲了警钟了，就告诉大家说危机马上就要来了，泡沫可能就要破了。那你更不要讲说你WASH做这件事情，它当然是在一个两难的局面了。它不得不做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的通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啊。如果今天伊朗的危机没有解除，他们预估美国大概在今年11月期中选举前后哦，它的 CPI 指数会超过5%了。对。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根本就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了。那么按照过去的一些数据哦，你 CPI 只要超过4%，你的标普500就会跌至少4%，在未来的3个月。如果你 CPI 超过4%，在未来的6个月，标普就会跌7%喽。所以其实对WASH来说，它现在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通膨的压力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它要抑制通膨，它就必须要缩表，一缩表之后呢，对这种泡沫当然又有抑制的效果，也会再造成市场上的压力哦。所以在这种选择之下，当然现在显然看起来WASH是选择不要再做 QE 了，不要再无限的印美钞了，我要把市场上多余的美元收回来。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抑制通膨，但是不可避免的，当他采取这样的一个断然的措施，很肯定的一定会对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的股市造成巨大的冲击。接下来的冲击可能有多大？还有整体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是往好的方向做发展吗？那岳老师有怎么看？不但对美国的股市有极大的冲击，台湾的股市到了4万点也会有极大的冲击。大家都要非常小心一点。这个说句良心话，这个WASH的这个观念的话呢，跟我们哲学相关的。为什么？他反对泡沫，反对无限 QE，他认为就是说借钱过日子就是不对的。因为现在美国有2派，一派是美国根本不怕欠债啊，就是美国欠到100万亿都无所谓。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基本上10年的债。美国发行的债的话呢，基本上是全世界所有这个共同这个资产中最好的资产，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强大，所以另外一派像WASH这种派的话，就觉得说靠借钱过日子的不是办法，这个有一点道德感啊。这个WASH本人有没有道德感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观念上，我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美国现在WASH要减低这6万亿里面是什么？美国现在的它的 FED 是印美钞的地方，它大概拥有美债4万亿，就是说它发钞票换这个钱就是水了。就你刚刚讲的海绵的例子非常好，海绵一丢下去，感觉上水啊，就还能够运作很正常。但是它另外有一个 MBS， 就是说以房产啊，就是 mortgage based security， 就是说以房产为主的债券，这个基本上是个垃圾债了啊。就是美国买房子的话呢，因为他们有喜欢包装拿房子，因为房子的价格最多嘛，那房子动不动上百万美金，一家的话呢就要把这个包装还债的能力，那最后的还债能力的话呢，拿美金由谁来接收？就是由 FED 接收。美国目前为止的 FED 拥有的美债大概是4万亿多了，那个 MBS 是不到2万亿，那合起来6万亿。是你这边讲的数字不是6.7兆，讲的是这个数字。但是这个 WASH 本身的话呢，要求把这个6.7兆要降低到3兆，你知道这个多可怕吗？你知道，因为那个 MBA 里面大部分都是 mortgage based security， 他们大部分都是还不出来，而且大家都搞得非常混乱。前面有个第一点就是大家2008年金融海啸里面，就是大家根本搞不清楚你买的什么东西，这个讲的就是 MBE 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接受这个 WASH 的政策会影响到全世界，包含你跟我的荷包。好，那干哥呢？干哥这么严重啊？好，2008年金融海啸，我就是受害者。你看，但是我是受害者之中受害最轻微的。因为我们后来看了很多好莱坞的影片，才知道说，美国这个金融体系，我们真的是佩服他。他把很坏的东西去包装之后，他再分销出来给一般不知情的消费者。他说，其实这样可以赚更多。那我今天问你，华尔街为什么没有人控管？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人控管它，因为连控管它的人都必须从里面赚钱，也就是美国的财政部。所以我跟你讲，当时我在知道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银行系统里面，就我们有投资的一般的投资人嘛，然后主管就
告诉我们说，哎，这个雷曼兄弟要倒了。然后当时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很天真。后来他说，你知不知道房利美跟房地美这2家银行要倒了？我说哦，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丈母娘是美国籍嘛，她也有房子是用房利美跟房地美的贷款。他说好，雷曼兄弟是房利美跟房地美加起来再乘以2等于雷曼兄弟，它要倒了。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钱、所有的投资都抽回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今天华许他说不能，就我一定要减这个债票，我一定要减成3兆，你怎么减？